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99.91，收盘价是194.7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2.69。最低价是在192.20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并且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695亿股。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基本持平，量平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走势出现了向下的反转。MACD 快线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出现了回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横盘突破后的回档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是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呢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的最低的下方，那也跌破了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那在当日既出现了止涨，并且呢出现了反转向下的一个走势。那如果日后是开低走低，那股价是很容易继续下行的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05.5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14.5附近。实际在4月3日，股价收盘价是在194.77，那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日后股价开低走低是很容易继续下行的，因此呢，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4月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下行，那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将是185，也就是3月28日当日 K 线的最低。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，它将成为我们股价后续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这个185呢，我们会看到是出现止跌信号 K 线之后，股价一路向上的起始的一根 K 线的最低。所以股价如果下行，第一个目标目前一定是185。那跌破185呢，实际上就是打破了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。我们会看到目前一直是头高，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是头高，下方是底高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也是底高。也就是说，后续股价如果跌破了185呢，将会建立空头趋势。对，所以它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当然，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
我们说各条均线值，目前说10日均线值和下方的20日均线值呢，将会成为支撑。那其中20日均线值啊，将是一个强支撑，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说在多头走势中，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20日均线值啊，那股价是一定会转为空头的。通常情况下，好，那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当然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76，是3月20日这根突破横盘的起涨的一根 K 线的最低。当然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4，是这条水平线。好，这是下方的下行的3个目标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先要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。那这根水平线呢，是我们前一期视频定义的下行的目标，现在是已经跌破它，我们先把它去除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目前来说，如果上行，那它的目标将会是这根绿 K 的最高，也就是3月31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是在207。我们把上方的这个水平线下移到207，它将是股价如果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说目前股价出现了回档，如果说回档成功反转向上，那一旦站上了这个207呢，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这个多头的趋势。所以207将成为目前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站上207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17。217如果被站上，那我们说股价这一波上涨回档成功，如果站上217呢，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上涨行情。好，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。第三个目标我们再给出来，当然还是237这个水平线，是吃掉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自这个交易日以来的下跌。对，这是第三个目标。好，那我们说211呢，原来我们一直还定义211也是目标呢。211将成为股价如果说站上207之后，在到达217之前，那么211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。那么对于4月4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，一个是上方的，继续是这个202，202我们回顾一下，它是3月31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50%的成本线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这个202的观察位呢，是作为支撑来看的，因为如果股价在上方，那么这个实体长绿 K 线50%的成本线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。对，但是在4月3日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并且是收在了低位。那在盘中呢，我们会看到这个202反倒成了一个强压力，也就是当日最高就是到202附近，然后又折返向下的。所以这是我们前一期视频给出的观察线202。那现在呢，对于4月4日，我们依然给出这个观察位，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观察位是在187附近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来说明一下这2个观察位的意义。
那对于上方202，如果能够站上202，那股价后续会继续上行。当然，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202将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。然后下方的187，我们说它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那如果股价跌破了187呢，我们说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，或者是转为空头趋势。那因此呢，这个187呢，可能又成为一个下行的强支撑。所以在4月4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这两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了向下突破，或者是反转向上，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这两个位置。如果不能突破呢，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区域是很宽泛的，那股价很有可能日后继续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目前应该在截止到前一期视频，我们是给出了3个仓位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第一个仓位，我们是在3月14日进场抢反弹，有5%的仓位，在3月21日加仓10%，在3月31日加仓收盘价这个位置加仓10%。那么一共是有25%的仓位。那对于4月3日我们给出的叫做停利的位置是守当日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00附近。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它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啊，5日均线值也相应的下降了。对，这是给的停利的位置。那么止损位我们给出的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88附近。对，那截止到现在，也就是4月3日收盘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收盘价是在194.77，那么目前是没有跌破止损位的188，因此这个仓位如果没有盈利出场的话，很可能会继续持有。那到了4月4日由于这个仓位的成本价应该是在198.66附近，所以目前它是一个亏损的状态。那到4月4日我们要给出止损位，那止损位我们将从188调整到187，也就是我们守20均线值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对于第一个仓位来说的。那么第二个仓位是在3月21日收盘价5%，叫做抢反弹进场，然后在3月31日加仓10%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出在4月3日应该是叫做守止损，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在197，那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197，目前的收盘价是194，那在这个位置这样的一个仓位应该立即止损出场。好，那第三个仓位是在3月31日收盘之后，在207附近进场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出在4月3日止损位，也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是在197。那目前收盘价已经是跌破了197，那也应该是止损出场。对，好。
那就是说，之前我们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，目前还只有一个仓位会继续持有。好，那我们想再次说明一下，我们在给出的这些止损位或者停利的位置都是底线的位置。那如果一旦账户出现盈利呢，那可以是随时是可以出场的。例如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出场的，就是我不加仓，我是可以出场的。那如果我们我们会看多，我们想获得更高的收益，那么我们就要承担一些风险，就是我们继续加仓，然后守止损，我们看股价有可能会继续向上。对，所以在我们视频当中给出的止损位都是底线位置，是必须要出场的。对。以这样的也就是例如目前这样的状况，我们继续守这个仓位，就是承担这样的风险，来看更大的收益。对的，是这样一个逻辑。好，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，对于多头来说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在前一期视频我们说，只有等这个止涨 K 线的出现之后呢，空头才会进场。但是在4月3日，我们会看到在开盘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在4月3日，它一定是有空头进场的。对。所以在当日我们会看到空头进场之后呢，股价是出现了向上的一个反弹到202，也就是这个50%的成本线，它又成为了一个强压力。那空头是继续增加力量。那我们会看到最低是在当日盘中下杀到192。对。那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又有多头的力量出现，把这个收盘价又收回到1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所以就4月3日这根 K 线啊，它含有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说明上方是有压力，下方是有支撑的。那所以对于当日空头是有大幅的低开盘之后啊，它是一定是有空头进场的。那空头进场之后，那对于4月4日开盘之后啊，在开盘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194的这个位置，依然会有空头的力量的进入。那尤其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附近，我们说是在197到200关口。对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红 K 的实体上沿，在这个位置呢，依然是对于多头是强压力。那在这个位置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场。对，那他们的目标将是187，也就是跌破20日均线值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目前应该是在207。所以如果股价反弹至207之后呢，有可能依然会出现像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依据这个4月3日的这样一个走势啊，在3月31日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实体长绿 K 线，是因为当日股价有多头的进入，站上200关口之后啊，应该是有空头的回补，促成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。好，当然一定也是有多头的力量介入的。好，
以上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我们说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啊是在194附近。如果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呢，那我们说10日均线值将成为第一个压力是在194。那否则呢，如果是高开盘，它将会成为支撑。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说上方的首先到来的压力，我们定义为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97一直到200关口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就是前一日 K 线最高在203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08，是这根，也就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刚刚说的是207，对。然后呢，再向上的压力位就是211，是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，我们说是前低192一直到194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194，在这个区域，也就是第一个支撑是从192到194之间。第二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87到188之间。第三个支撑就是185，是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4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要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，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继续下跌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股价的反转向上。那如果股价在4月4日出现反转向上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0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01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大幅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反转向上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，股价会继续下跌，如果继续下跌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93，在这个位置。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83.5，在这个位置。收盘会收在186附近。对，那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呢，继续下跌呢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193的，也就是盘中股价不能高于193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行。好，那如果股价既不反转向上，也不继续下跌，那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止跌横盘。如果是止跌横盘，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7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9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
194附近。也就是说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会回踩到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4日走势的预测和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同时呢，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